珊珊，你也该向我们交代清楚了吧？好歹你都已经过了试用期了，你也没什么可顾虑的啦。3个月，总该有些信任和坦白吧？正是这个意思，同部门同事之间更加了解彼此，总没有坏处吧？而且我们哪天得罪了大红人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就是，珊珊，我们实在是看不透了，你的靠山到底是齐帅还是大老板？哎，我跟大老板跟齐帅都没有关系的。怎么可能没关系？你没关系，你就3天2头去老板办公室吃午饭，然后齐帅还能来找你啊？就回答我们2个字：老板还是齐帅？说呀，说呀，你快说呀你！哎呀，够了！你们有完没完了？不是特别好。我们看一下第5条的第3行啊。进。那个齐帅，大事不好了，珊珊她跟别人吵起来了。什么？哎，你们千辛万苦的考进丰能，就是为了讲这些无聊的八卦吗？说什么呢你？舌头那么长，为什么不去申请一个机器？你们谁跟谁说话？人家珊珊关你什么事？她是我女朋友。啊？你怎么稳定了？你怎么不能扛不什么事儿啊你？我什么能好了你？谁羞我？谁羞你？我什么能好了你？不是我说，你们都挤在这小小茶水间，是干什么呢？啊？都好奇是不是？行，那我告诉你们，珊珊啊，目前跟大老板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是，就是有，那跟你们也没有关系啊，是你们工作的重点吗？我知道呢，你们职场八卦在所难免，但也得有个度，是不是？都是一个公司的人，你们这样吵吵闹闹，影响多不好啊！可是他说他是他女朋友。就是呀，刚讲的。破手电灯泡，凭什么？就是我女朋友，凭什么去了说？人家承认了，不要脸的他说。不能说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手开，等一下，放开！不行呀！李，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。行了行了，都散了，工作去吧。快走吧走吧走吧。够爷们。你，到下一班。啊？不可理喻！明明就是你叫人家来的，搞得好像我们爸扒着你似的。好了，就在这一次，我要把心里想说的全部都说出来。现在我也是正式员工，想开除我也没那么简单。哼，挑菜虽然是我的特长，可我也并非只有一技之长啊，而且也不能这样没有尊严的使唤我。不管了，就这次了，我一定要说明白，要么不再挑菜，要么就歇菜。哼！我就知道会看到你。我就在想啊，老板今天恐怕又没有心情吃饭了。他每次一跟你吃饭，心情就会好多了。你愿意来真好。今天，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。
明知山有虎，要不要向虎山行呢？可是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今天，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。今天的菜色有糖心莲藕、东坡肉、玉米炒黑豆，还有桂圆西米露。你不爱吃糖心，就把莲藕留下，把糖心剔掉。东坡肉呢，会把肥肉给你剔掉。桂圆西米露是你的最爱，把我的那一份也给你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如果你不喜欢吃黑豆，以后就别让你家大厨再做黑豆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再给你挑了。菜贴好了，过来吃饭吧。不合胃口。但是今天从你脸上看不出任何好吃的表情。老板，你今天心情不好啊？我看是你心情不好吧？你还关心我？那个杜凡，他真是你男朋友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其实他是我同期的好朋友，只是看不惯那些同事欺负我、嘲笑我，他才站出来说话的。杜绝流言。流言？跟谁的？是跟齐帅，不是，是郑总监的。不过这不可能啦，怎么是真的呢？你还是专心吃饭吧，少说话。今天菜怎么那么难吃啊？你得问你家大厨。哎，他们家咖啡不错，你尝尝。
尚怡呀，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儿。真的很抱歉，今天我借了你老公用了一下。我哪来的老公啊？你真逗。网络上的老公也是老公啊！哎，你们不知道，今天杜凡当着所有对我酸言酸语的同事面前大喊我是他的女朋友。你不知道，杜凡今天可 man 了，义气更是没话说，还惊动了财务部、齐帅，甚至大 boss。但是杜凡依然是面不改色，心不跳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有义务要跟你解释一下啦。杜凡最喜欢的是你，你才是他的最爱。不要生气啊！哎呀，好啦，他都当着那么多人面说你是他女朋友，他喜欢的就是你。如果当时你在场的话，你肯定会气的说咱俩是女恋的。那么严重啊？哎。不过没事儿，反正有人给你出气就行。你这要我在，我没准就打他们了。哎，珊珊，你刚才说这齐帅和大老板都被惊动了，那这齐帅什么反应啊？齐帅一定会误会吧？我当时真的很想当面跟他解释清楚的，但是大 boss 在那儿，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哎呀！齐帅肯定会误会的，哎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尚怡，齐帅误会我了，怎么办呀？我想想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他也不一定。据我感情专家的经验，一个男人要是对一个女人有感觉的话，这个女人越是抢手，这个男人越在乎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说不定明天齐帅就跟你表白了。哎，就你这种闭门造车的情感专家，还是免了吧。珊珊，你可别听他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这要解释早点解释，这越拖事儿越大。你现在就给他发个短信。快。怎么了？人事部劝导公告：鉴于近期办公室内流传私人绯闻，严重影响职员工作效率，人事部再次郑重倡导正确的职场工作态度与道德理论，禁止正常同事情谊以外的私人情感交流。这不是就给你量身定制的禁爱令吗？这下篓子捅大了。哎，我问你，怎么回事啊？禁爱令啊！哎，我说你啊，你说你堂堂一个大 boss， 啊，怎么就这么小肚鸡肠、小心眼儿？还出什么禁爱令？我拜托你想想好吗？都不用我这个高手出手，你就能想到，这个薛珊珊跟杜凡肯定没戏。我只是提醒集团员工要重视工作效率。我请他们过来不是聊八卦的。我听到的传闻，怎么是你跟薛珊珊好了？我？不会吧？不是我听到的，可是你跟薛珊珊啊。你听谁说的？自个儿瞎猜的吧你？你别瞎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多跟阿妹他们去聊会儿天儿。每天可是大 boss 您把薛珊珊叫到你办公室跟你共进午餐的。哥们儿，我得劝劝你啊，这能打啵的时候，千万别只是拥抱；能拥抱的时候呢，就别只是牵手了，得积极主动。这薛珊珊啊，可不是什么高级名媛。谁都可以追她，追她的门槛并不高。虽然说呢，
你是其中最优秀的，但是你觉得这种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的感情，你觉得女孩会有安全感吗？还是你压根就不敢主动？才不是。哎呀，既然不是，那你就追啊！用正常的方式去追人家，这样薛珊珊在公司也好做人，也不至于闹出今天这出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已经能量复活了，你要不追我可追了。加油啊！嘿，你是不信我是吗？哎，真漂亮！你看这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天天在办公室里眉来眼去的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要我说啊，干脆办趴儿。办趴儿？我每年都办趴儿的。圣诞节的时候找好多出版社的朋友来。今年你不是在吗？也加你一个呗。你呀，可以把你正畸先生叫来了。你要是觉得尴尬，我可以多叫几个朋友了。至于那姓杜的，你愿意叫也可以把他叫来啊。六六，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双姨，你说这禁爱令才颁布几天呢，你能不能消停一下？你们两个脑子瓦特了。禁爱令那是公司内部颁发，咱们现在是外部的事儿。再说了 ，party 跟他没关系，多叫几个朋友，没准在 party 上就能成几对呢。你这就是歪理，想约杜凡直说呗。哎，那你说要约的杜凡，他是算你约呢，还是算我约呢？随便。行，我约就我约，你知道？哎呦，就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呢？你可以约几个美女漂亮、美丽可爱的女孩子，这样你的情敌就少了嘛。哎，胡说什么你啊！讨厌！怎么样？你说呀？哎，对了，柳柳，那个，不如也约你的男朋友来家里坐坐吧，啊，这样认识也不愿太尴尬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，哎呀，好男人不能看得太死，你们都是好姐妹，放心啦。不是啦，他最近工作挺忙的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。扫兴。不至于吧？圣诞节晚上还要加班吗？哎呀，柳柳，我上次就是在你搬家的时候那么惊鸿一瞥的眯过一眼。哎呀，男朋友不带给好姐妹来鉴赏，可说不过去了啊！啊，对呀，别那么小气。好啦，我问问他吧。决定了。耶！那我们到时候。这些文人真是矫情，谁跟谁做，谁不跟谁做，谁跟谁还得背着做，啊，头都想破了。你这一大早忙忙叨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是书店圣诞夜的开幕 party。哎，哥，你要不要约那个薛珊珊一起出席啊？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约薛珊珊？你什么时候去管理书店了？因为呀，丽叔在欧洲，圣诞节买不到机票，所以呢赶不回来，我就替他代为打理书店。那珊珊嘛，我是觉得她人好可爱，想多了解一下她。到底约不约嘛？我要出个谈并购。并购？哪个呀？韩国 KM。圣诞夜出国谈并购。啊，那我们延庆也要去啊，那没人陪我过圣诞节了，我会好孤单的，不行。哎呦，没事，咱们今年的跨年好好过，行吗？燕青，你先不用去，我和郑琪一起去看看对方的实力，毕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嘛。行。放心吧，我要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好好的想想。冷静啊？你是指 KM 还是薛珊珊？我亲爱的妹妹，太聪明了不好。情绪太过复杂的
帅什么样的 party 没见过呀？又怎么才能让他答应出席呢？干嘛呢？阿佳，走，干嘛不进去啊？珊珊，我非常理解你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。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想想，老板这么做，那也是因为吃你的醋呀，这样才会下禁爱令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老板这么做，当然是有点过分了，有点公私不分。可是吃醋的男人实在是超帅的啦，珊珊，我都羡慕死你了。所以你就别生老板的气了。正所谓床头吵架，床尾和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呀，这算什么禁爱令呀？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示爱嘛，简直就是浪漫死了啦！阿佳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怎么了，巧巧？珊珊，你是不是跟老板闹翻了？就是，怎么说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所以以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你们尽量的压榨我吧。珊珊，对不起啊。其实呢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这个禁爱令事关重大。再说了，我们进这个集团，不都是为了想找一个青年才俊嫁了，所以才……是呀，所以你看，现在颁布这禁爱令，摆明了就是让全体男职员名正言顺的恢复单身嘛。那最受苦的还不是咱们女性同事，不是？哎呀，珊珊，我说你就去跟老板说说，让他收回成命，行不行啊？哎，拜托各位姐姐啊，我们是来工作的，又不是来谈恋爱的，并且我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我怎么跟大老板说呀？难不成我要跟大老板讲，老板，请允许我们在办公室谈恋爱吧，请允许我们把办公室改成《非诚勿扰》演播厅吧。哎呀，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啦，珊珊。其实呢，你要是不帮我们这个忙，我们也能理解的啊。理解。你想啊，两个人看对眼了，他们总要发展地下恋情吧？这恋情一旦地下了，对谁都没有保障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意思。你看，大家不能宣示主权，天天搞得人心惶惶的，你说谁能认真上班？你说是不是啊？说的也对啊，工作环境来来去去就这么多人，不跟同事谈恋爱，跟谁谈恋爱啊？就是啊，哎呀，不要搞到最后我们都成剩女了。万一齐帅也用禁爱令这招拒绝我，好吧，再怎么说这次祸也是自己惹的，我去跟老板坦白从宽。那我去试试看吧。是认真好。珊珊，今天老板不在啊？不在？对啊。那下午呢？老板出国了，跟齐帅一起走的。啊？齐帅也去了？对啊。那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老板打来的。喂，老板。阿妹，帮我补上过去3个月对韩国 KM 的营业报表。好。过去3个月的，马上。老板，薛珊珊找你。找我？他什么事啊？没事，薛珊珊说她想你了。老板，我已经发过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谁啊？谁找你啊？没事。看来我的决定
是非常正确的。什么决定？出国。阿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觉得你挺想他的呀。我没有。你不是特地上来找他的吗？哎呀，臭阿妹，好丢人呐！等大老板回来较真了，我还得继续当挑菜工吗？啊，更惨的是，圣诞 party 还要不到郑琦。哎，你们快来看，这是齐帅跟那个韩国明星现在好红的那个女的。哇塞，今天遇到大方美丽真女人。真女人，我们就不是真女人了。就是呀，真是有种躺着也中枪的感觉哦。哎，这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这假鼻子假眼睛的，一看就整出来的。算了吧，像我们这种啊，既没有钱又没有勇气整容的女人，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齐帅真的是吃肉的啊！吃肉怎么说啊？你想呀，这我们大老板一定站得远远的吧？你看看这个齐帅啊，派对上刚认识的，这就懒腰贴脸了，这还不是吃肉的？哎，就是。不过呢，这话说回来，高富帅就是肤浅，哎，就喜欢这种韩国明星。像我们这种呢，原汁原味、纯天然、无添加、非转基因女人，怎么就吸引不了高富帅呢？不要再自恋了啊！齐帅，继续。好啦，齐帅啊，我进公司有3年了吧？这期间啊，听到齐帅的女朋友起码有7、8个。哇塞，这么好！什么音乐家呀、舞蹈家呀、模特儿，那个个是乱花飞舞、八仙过海，搁一块儿那就是一个中华小姐大舞台。哇，这么爽！哎，有没有我们公司的？怎么可能？齐帅的习惯就是不吃窝边草，更何况我们公司这些人，怎么可能跟他前女友那些比啊？像我们这些庸脂俗粉啊，就只有做报表的命了。哎，是了，齐帅呢，他就是个帅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就是一些虾兵虾将。怎么能高攀得上齐帅呢？哎，不过只要3天，给我3天就够了，能够做齐帅女朋友，就算被他抛弃了，也死而无憾。哎，珊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人家珊珊眼界高，没有兴趣听啊。这么说啦？小兵小卒只是用来守卫帅的，不是用来跟帅谈恋爱的。一开始都知道了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在难过什么呀？现在只有柳柳才能了解我心里的痛。大姐，我跟你说了，那只是朋友。朋友需要每天接送，怪不得你最近总早出晚归。我加班。哼，那照你的意思，只要是加班的，你就要挨个送个遍。还有是姑奶奶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我薛柳柳就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，我现在就来给你讲道理。你这什么道理啊？你刘成浩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个男人，你得对你自己的事情负责任。我现在身为你的女朋友，而且我们俩还在一家公司，你做这样的事儿，你让别人怎么看你？怎么看我啊？薛柳柳，我到底干什么了？你看看这对情侣，从搬进来就开始吵吵闹闹，这女孩看着挺文气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以柳柳的个性，肯定不愿意我看到她跟尤成浩吵架的样子，说不定还会好胜的干脆分手。这样场面更难处理。我还是找时间再来问他吧。你以为你是副总经理就了不起了？你就可以当什么人都不存在了吗？视我为无事是吗？薛柳柳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他只是朋友而已。像柳柳这么优秀的女孩，也守不住尤成浩。总自卑的男人身边，女人还怕少吗？光是那个谁，人家根本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就算是注了水，那人家也是一块注了水的牛肉。我呢，顶多也只能算是菜市场里哪家没有牌子的猪肉，连注水的必要都没有啊！我
我怎么会幻想自己能跟郑琦交往？郑琦人是好，可他对每个人都好，从来都不是特别的对我好。难道我真的是情商太低，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吗？好吧。啊，谢谢你啊，这一来我就可以参加那个 party 了。去吧。珊珊，我今天晚上有个大学同学聚会。好吧。耶，珊珊你真好。珊珊，大老板不在，可以跟朋友聚餐了，要不跟我去联谊？好了，没了。太感谢你了。嘿嘿嘿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！你把这绑上，对，这样，哎，来，我把电插上，看看怎么样？咱们的作品就完成了，耶！哎，你把这个、那个给绑上，对，这么缠，从上往下，你别拿金的，你拿别的颜色，笨呢你。这个？对，可以。哎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你别动，你把手这样，对，这样，别动啊，千万不要动哦，哎，哎呦，你别动，我还有一个好东西，你别动啊。那个，珊珊啊，你说咱们公司现在颁了那个禁言令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就……我知道啊。哎，这样也好，以后你就不用再做我假男朋友了。来，我帮你吧。哎，开张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。哎，珊珊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啊，默默开。方小姐来啦！恭喜你啊，新书店开张了。哎呦，本来是要邀请你的，但是我哥不是出国了吗？就怕你一个人过来了，没人认识也不好玩。来，多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作家，点都没意思。是啊。来，跟我聊聊吧。哦。珊珊，圣诞夜没跟朋友出去玩啊？月底结账忙，留下来加班了。怎么那么没人性呢？平时加班也就算了，圣诞节还不放过你们。实话告诉你啊，丰腾那个老板，他会把人给榨干的。珊珊，知道你辛苦，在公司也受了不少委屈，但是你不要一生气就不理我哥嘛，跑去跟别的同事好了。你说你跟那杜凡怎么回事嘛？果然是集团千金，就算不在公司，也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和耳朵。那个，风小姐，你不在公司，我应该可以跟你说实话的啊。其实杜凡是我室友的男朋友，那天他那样只是替我解围而已，我没有关系的。我说嘛，这样就太好了。其实我哥这个人吧，是
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其实内心很柔软的啊。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呢，你就打电话给我啊。我不是他的员工，我不会买他账的。谢谢你啊，冯小姐。我在公司其实还挺开心的，你可千万不要跟老板说我有任何抱怨哈。冯小姐，那个张作家找你。好，那你先去忙吧。我也该回去了。那个室友办 party， 我也得去帮忙。好，那你先走吧，路上小心点。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柳柳，你怎么坐这儿了呀？其实我不在意程浩他偷腥，我们俩本来性格就不太合适，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勉强，只是总经理程浩他爸一直对我都特别好，在工作上也很支持我的，再加上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，所以说我宁愿待在这儿跟他耗着，也不愿回家面对我妈。其实我最近仔细想了想，你说我这才多大呀？刚从我妈那个坑里跳出来，就跳进了另外一个坑里。我的人生可不该如此啊！所以，我决定等过年回家以后，我要跟尤胜浩讲清楚。珊珊啊，你会不会特别瞧不起我啊？觉得我之前对我的人生那么的不负责任？怎么会呢？不会瞧不起你的。我这几天也想了很多。我觉得，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，都憧憬着能拥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，还有一份虽然平平淡淡却又很幸福的爱情，还有一份比较珍贵的友情。但其中最不靠谱的就是爱情。因为幻想成分最多，所以我反倒很羡慕你。最起码你能知道你自己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不像我，傻乎乎的，只会发花痴、迷恋什么的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干嘛。可是，迷恋有迷恋时的美，总不会像恋爱时这么辛苦吧？但是我决定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迷恋了。我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了。我当初来上海不就是为了工作吗？所以我决定，从今以后，除了工作，我什么都不想了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把我们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，好轻松啊！哎，我们干杯！为了我们的梦想，干杯！干杯！
好，就这么办吧。嗨。齐帅，这是我给你倒的咖啡。啊，谢谢。坐。哦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风灯还没回来呢。啊？为什么要提大老板啊？齐帅，我这几天人生有了很大的突破。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，就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迷恋你了。之前给你造成了困扰，我深感抱歉。薛珊珊啊，说实在的，我挺喜欢你这个人的，但是喜欢啊，不是爱，你懂的。懂，当然懂了，尤其是这几天，我特别的懂。谢谢你这么诚实的告诉我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你依然是我心中赏心悦目的偶像。不谈感情啊，只是纯欣赏而已。其实啊，当你放弃了一棵不属于你的树，你会发现有一整片森林都在等着你呢。谢谢你的祝福，但是我决定了，这段时间我会多迷恋自己一点。那我去上班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徐珊珊，加油，一定办得到的！加油，加油！我回来啦！下班了，下班了！下班喽！哎，我先走了啊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等一下，拜拜！走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等，晚上去哪儿？去看演唱会。好，好，我们走啦，珊珊，拜拜，拜拜。这几天不用到大老板办公室吃饭，也不用再听到什么流言蜚语。禁爱令真好用啊！感觉自己终于可以像一般上班族，过着当初来上海想要的生活了。灰姑娘的梦醒啦，没有王子，没有南瓜车，也没有水晶鞋，可是脚踏实地的感觉真是好啊。今晚是跨年，不过奢侈一点，搭出租车回就好了。不过现在，上海的夜景好美丽啊！
没想到在上海过的第一个跨年，居然这么安静。大老板，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，我以为今天晚上没有人来的，我不是故意吵到你的地方的，对。倒数了。车在懒洋洋转着，很不寻常。天和心情都是。其实之前每一年跨年，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看烟火。希望你听着。 好不现实的感觉啊！这是在做梦吗？不对，难道童话故事真的存在？这才是灰姑娘真正的版本。大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分走你一半烟火的，我也不是故意要闯到你的地方。啊，对不起。 我现在马上就去。写下这诗句，我是一片云，不愿投影你我心。其实这里早就不属于我一个人了。像枫叶的海上，各有各的方向，也许是偶然，这会孤芳的光亮。 这是场什么样的梦啊！我居然和大老板跨年！不对，老板刚刚一定是想吓死我，而不是想抱我。啊，许先生，你快醒醒！大老板就像刚刚的烟火，很美。 但是很遥远。喜欢烟，你可以拥有烟；喜欢火，你也可以拥有火。但是喜欢烟火，你就只能拥有迷恋后的失落，热闹后的寂寞。啊，徐先生。 我送你回去，大门口见。
越是大敌当前的时候，越要镇定。这些情侣能不能低调点儿啊？不是有一句话吗？晒幸福死得快。哼。老板，我到了。那我先上去了。慢点。拿着。谢谢老板。外面天冷，快点上去吧，别把礼物冻坏了。元旦快乐。你是猪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什么呀？啊，午餐！啊你啊！下班了！珊珊，你怎么了？珊珊，你咋啦？大 boss 好像在追我。快来！不熟。他是双鱼座吗？不是。你哪来的资讯说大 boss 好像在追我？这样的话啊，这要不是你胡思乱想，也不是你白日做梦的话，那我就遗憾的告诉你，赶紧辞职！你们大 boss 是个大变态。哎，陆双怡，你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好听啊。是不好听，我这叫话糙理不糙。他一个丰腾集团大老板追你个财务小助理干嘛呀？怎么着还给你娶进门当疯太太？想也想明白了，大鱼大肉吃惯了的公子哥，想尝尝你这清粥小菜的滋味儿。我告诉你，老资本的人那都是肉食主义者，老板级别的那是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。到时候你被啃得连汁儿都不剩。你见过这么肥嫩的清粥小菜吗？所以才可口嘛，吃嘛嘛香嘛。哎，而且你们公司不刚颁发完那什么禁爱令吗？这不矛盾呐。我告诉你，办公室恋情不欢而散以后，牺牲的几乎都是女孩子。古人云：士之耽兮，犹可脱矣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矣。明白吗？他也没文化。就是说啊，你一个小助理，如果你的恋爱对象是你们大 boss 的话，你的下场只有一个。所以说，不如现在有骨气的走。啊？你怎么不明白呢？那合着大老板追我就是为了炒我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这说法也太奇怪了吧！哎呀，珊珊，你不是说
你要停止迷恋吗？六六，你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不能大老板一回来就影响了我的人生步调。如果想施展美男计，就想让我继续当敲改工的话，这太小瞧我薛珊珊了吧？我不会这么轻易就范的。不愧是大资本家啊，打一棒子给一天脑的手段运用的如此熟练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老板也太不厚道了吧！大棒加金元宝外加美男计，糟糕的是，我居然中计了。不能给这些糖衣炮弹所打败，明天就把它还给大 boss。薛珊珊，你要淡定。就这样把礼物送还给大 boss， 会不会太失礼了呀？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，再倒回去，老板不会生我的气吧？大不了用加班费抵保养品，这样总不算白拿吧？这些字母一个个的我都认识，站在一起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是法文吗？就这样把保养品放到过期吗？不行，毕竟这是以后我 N 年的加班费换来的。给他抄下来，明天问琳达不就得了？琳达，珊珊，来找老板吃饭呢？啊，不是，我是专门上来找你的。找我的？那个我朋友总给我带来一些保养品，但是上面写的什么我看不懂，所以想请你帮我翻译一下。啊，是这个牌子的保养品啊！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用过的，国内没有进口的。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，跟他说这是大老板送的，可已经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是啊，我这朋友真够意思呢，出国还帮我带小礼物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，珊珊，这上面写的是法文，老板的法文很好的。啊？薛珊珊，我请秘书实体公司工作。进来吃饭。吃人家嘴软，拿人家手短。我这又吃又拿的，却要拒绝帮人家做事，好像很忘恩负义。Le quagma recomodação que eu digo Honda Max。可是如果不拒绝的话，将来还得继续吃，说不定还要继续拿，循环反复，那我岂不是要从挑菜工变成包身工了？不行，宁可做小人也不能做包身工。前者是人格问题，后者可是人生问题呀。实在不行，你可以问百度啊。把这个拿到公司来，你不觉得丢人，我还觉得丢人呢。看不懂法文很丢人吗？忘记问度娘很丢人吗？我不过就是个小财务，拜托老板大人，别再用超高的标准要求我了，好不啦？
再说了，丢人也是我丢人，干你什么事？过来。这第一个是毛孔收缩嫩肤精华，第二个是成分，第三个是茶树萃取液，第四个是甘油，这最后一个是透明质酸。记好了吗？啊？把你招进公司来，真的是人事部的一个大问题啊。是吧是吧？你就尽管打击我的能力好了，证明我只能胜任挑菜工一职。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大老板现在低头写字的样子很温柔？明明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肯定被下蛊了！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啊？好了。谢谢老板。吃饭。有了。老板，为了提高专业水平，为了将来可以为公司更好的服务，我打算考 CPA， 所以中午我要好好的复习，所以中午不能再来当挑菜工了。所以你嫌办公室太吵了，要从明天开始，在我这里复习。薛珊珊呀，薛珊珊，就你这智商，你就真的只能挑菜了。你居然跟大老板说要考 CPA，你这不是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吗？